果俄罗斯打的是日本，日本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？俄乌战争刚爆发时，谁也没有想到乌克兰能够支撑如此久。外界认为的小型战争，居然被活生生地拉到了其他高度。有网友发出疑问：如果挨打的是日本，战争情况究竟如何？如果俄罗斯跟日本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冲突，核心战场基本上就是海战和空中。毕竟日本四面环岛，国土面积又小。根据日本自己公布的数据，日本航空自卫队现役总人数为25.5万人，共有各种类型的战斗飞机500架。海上自卫队拥有7艘直通甲板的准航母艘，36艘驱逐舰，12艘护卫舰，24艘各式潜艇，18艘大型辅助作战舰艇等，总吨位约68万吨，其中主力舰艇吨位为50万吨。俄罗斯现役总人数大约为190万人，现有空军战斗机约为1000架。苏34轰炸机数量最多，现有舰艇超过130艘，还有1艘是核动力航母。单独从军事力量上来分析，日本比乌克兰要强，比俄罗斯又弱。如果真的爆发武装冲突，还要取决于俄罗斯是否采用核武器。另外，日本还有其他帮手。关注我，咱们下期接着说。一旦日本挨打，有个国家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如果俄罗斯、日本正面爆发大型武装冲突，放眼地球都是一件大事儿。在双方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，在日本拥有众多驻军基地的美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截止到2021年，美国在日本仍然有3.5万的驻军，而且在国际上，两个国家还在安全协议。一旦日本遭到俄罗斯的全面打击，美国不管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源，还是借机对俄罗斯发难，都会第一时间在国际上先指责俄罗斯，然后带头对俄罗斯进行各种方面的制裁。俄乌战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？当然，按照美国以前的做派，可能不会公开出现，但一定会暗戳戳的搞小动作。2022年的时候，日本就加入了北约网络防御中心。虽然不是北约正式成员国，但跟其他国家多少都有一些经济上的关联。俄日战争一旦爆发，那么北约其他国家在美国的影响下，也有可能切断跟俄罗斯的一些贸易往来。日本如此难啃，那么到底能在俄罗斯手底下坚持多久呢？下期揭晓谜底，请关注我。想要在600天内击溃日本，难度很大。很多人都认为，作为有核国家，如果俄罗斯跟日本真的爆发冲突，日本能够坚持的时间就是俄罗斯导弹从发射到落在日本国土的时间。理论当然没错，但现实往往要受到很多因素的牵制。首先，日本这个国家有一种很强的特殊性，那就是十分有组织和纪律。不管日本天皇是否享有实权，只要身在高位的人进行号召，日本民众多半是听从安排，甚至会以身赴死。尤其是日本军人，对国家有很强的责任感和牺牲欲望，真要打起来，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。其次，日本跟乌克兰不同，无论是在科技、经济、人口还是工业实力方面，几乎都是碾压式的。铃木、三菱之类的大集团都具备十分强劲的军事转换能力，只要政府需要，可以无缝切换，为前线提供大量的军事武器和装备。再加上俄罗斯对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够，很难切断日本的其他防线供给。真的爆发冲突，日本撑过600天不是问题，甚至可能会有反攻的号角出现。战争的出现，无论有多名正言顺，背后其实都是人民的哀嚎和痛苦。世界好不容易进入到和平年代，我们还是希望和亲海晏，天下安邦。